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可以说是热度非常高，但是争议也非常大的一台手机1+5T。旁边呢，我们也是放上了这个1+5啊，也是它的这个上一代的小弟。这期视频中呢，我们也会着重的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说这台手机争议比较大？还有就是热度比较高。热度是因为1+5呢，在尤其是看视频的小伙伴里边啊，这个极客的心目中啊，一直是位置比较高，因为它这个性能调教啊，确实是不错。但是争议比较多啊，就是改变确实非常小。这次可以说是单纯的就把1+5给拉长了一截，然后还有就是跟 OPPO 的相爱相杀是吧？这期视频呢，也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1+5T 改变了哪儿，改的好不好用啊？另外这期视频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安卓手机市场的面部解锁。因为这个苹果带了一波节奏之后，好像下半年的所有旗舰不上面部解锁就不叫旗舰机了一样啊。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1+5T 全面测评马上开始。这次的1+5T 上有什么新的功能呢？仔细想一想，好像还真没有。但是全屏普及的趋势下，肯定要上一个18:9的屏幕嘛。5T 随着全屏一起的，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安卓阵营目前标配的面部识别解锁方案了。虽然说这个技术在安卓阵营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今年呢也算是全部铺开，勉强算是一个新功能吧。这期视频呢，咱们就专门来聊一聊目前安卓阵营的面部解锁方案的现状。我们找来了最近几款比较火的手机与1+5T 呢，做一下面部识别的速度还有安全性的对比。首先来看这几家的解锁速度，1+5T 与同一天发布的荣耀 V10对比，同时按下电源键，因为它们两个都有预判识别的算法，就是在黑屏的时候就已经在识别你的面部了。1+5T 率先解锁完成，再试几次依旧是1+5T速度快。然后是坚果 Pro 2，可以看出坚果 Pro 2是先亮屏的，但是因为进入桌面呢有一个动画，1+5T 呢没有动画，所以说就显得更快一些。实际上两者速度是差不多的。然后是发布了一段时间的小米 Note 3，按下电源键，两者几乎同时亮屏，但是1+5T 凭借着直接进入桌面的优势，率先解锁完成。小米 Note 3呢有一个亮屏解锁再进入桌面，这整个过程呢拖慢了一些时间。接下来呢来对比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平时不怎么感知到的，就是安全性。众所周知，安卓上的人脸识别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全部都靠一个前置的摄像头，是没有苹果 iPhone 10上那个生物识别安全指数要高的。但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算法呢，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安全性。来看看这几家安卓谁更高一些。我们打印了一大一小两张人脸的照片，可以看出安全性最差的是坚果 Pro 2，照片呢是小的啊，都可以描解，屡试不爽。然后是好一些的是荣耀 V10和小米 Note 3，大小照片呢都有一定的几率解锁不开，大的解锁率更高一些。AI 这个时候好像也不好使了。最后一个1+5T，这两张照片呢，无论是在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呢，都解不开。但是在我们拍摄的间隙呢，也解开了一次啊，镜头呢并没有捕捉到，说明在4款手机中呢，1+5T的安全性相对来说是最高的。针对于人脸检测算法呢，安全性更高一些。但是这些手机都一样，在全黑的环境下呢是没法识别的，要把屏幕调亮一些，打亮你的面部之后啊才能解锁。这个 iPhone 10上的面容识别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在解锁速度上，不得不说安卓阵营还是要快一些啊。如果后期大家都上真全面屏，还没有屏下指纹识别的话，那么面部识别安卓厂商还真有一些路要走。外观 AD 方面，哎呀，其实我都不想说了，因为1+5T 的外观相对于上一代呢，除了换成了18:9的屏幕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按键布局和开孔和1+5几乎是一毛一样。如果说下一代1+6长什么样，你就可以先看看 OPPO R13 就可以了。我猜应该是背部的玻璃，然后竖置双摄，正面有刘海吧。虎哥前阵子还不 care 这个后置指纹，现在也是分分钟被自己打脸。其实也不能怪一加啊，一加也是无辜的，谁让这个 OPPO R11的 S 这个模板开成了后置指纹的，对吧？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它俩的后置指纹还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椭圆的，一个是圆的，这个差别呢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一加5T也是全屏设计，但是边框的宽度和上下额头呢都是比较平庸的，基本上可以说是18:9屏中的标准配置，也可以说是最低配置。整个手机在 ID 设计方面呢，还是那句话，基本没什么 ID 设计可言。起码在这儿，一加就没有什么不将就的精神了，浓浓的不讲究啊。一加的品牌能快速崛起，除了大哥 OPPO 给了 buff 加成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在性能方面，一加5T 每年呢都搭载骁龙最顶级的处理器，而且调教都非常激进。一加5T 呢还是8G 加上835，因为骁龙这边呢并没有更新，这是2017年的旗舰级配置，但是还有不到1个月就是2018年了，明年初呢845就会登场了。好在呢还有8G 内存。先看理论成绩，安兔兔和一加5呢一样都是突破了18万分，但是我们这台5T 呢有点不太稳定啊，时不时呢还跑出个15万分左右。Geekbench 4和 3D Mark 呢都处于835中的优秀水准。闪存速度读取700多兆每秒，写入200多兆每秒，也是顶级水平。然后是20款应用的2轮打开，第一轮全程非常流畅，没有出现一丝卡顿，体验和 iPhone 10比较接近。第二轮呢也没有杀死一个后台，基本上呢也是秒开，一共耗时2分05秒，比一加5要慢了一些。一加5呢是我们20款应用2轮打开数据库的第1名，毕竟是新机吧，这个一加5T呢可能还没有优化到位，但是也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第2了。1G 的崩坏3安装上，一加5T一共耗时40秒，比 Mate 10 Pro 快了18秒，非常不错。2G 的文件压缩解压上，一加5T总共耗时2分09秒，依旧是比 Mate 10 Pro 要快一些，但是解压耗时24秒，这个速度就比较一般了。游戏方面，王者荣耀截止我们录制的时候呢，还没有适配高帧率模式啊，估计你看到视频的时候就已经适配了啊。没适配的情况下，全程也是29帧以上。大型游戏崩坏3调到最高画质，进入游戏基本帧率55帧到60帧之间。复杂的打斗场景下降到了50帧，到第4分钟 BOSS 战就下降到了最低45帧，随后又恢复到了50帧以上，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一加5来说呢，还是波动有些大。微博全程57到60帧之间，非常流畅。淘宝首页呢50帧以上，这个用着用着呢也会下降到30多帧，跟其他旗舰呢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一加5T 这次让我有点意外的就是在发热上的控制还是比较优秀的，起码在835阵营。跑分的最高温度呢只有40.6度，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呢排到了第2名，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当然也不乏是冬天的可能啊，但是我们手上这台呢发热确实是比较低的，平常使用中呢都感觉要好一些。这个也和它上面的跑分啊，还有就是帧率呢不稳定呢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预测呢是对处理器的温控阈值调的比较低，所以说进一步带来了温度上的良好手感。一加5T 在性能表现上确实是传承了一加品牌不将就的精神啊，表现在国产手机中呢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甚至在一些环节在国际品牌中呢也并没有落于下风。这也是一加这个品牌在很多极客性能用户中一直位置比较高的一个原因。相机方面，应该说是这次一加5T除了屏幕之外最大的一个改变点了。后置1600万加上2000万像素组合，由上一代的长广方案改成了双广角方案，光圈是双 f1.7， 但是依旧不支持光学防抖，这一点就有点挂不上面子了。在发布会上，虎哥着重说了，在夜景和人像的拍摄效果上有大幅提升。那我们就拿这台一加5T和同天发布的荣耀 V10、华为 Mate 10 Pro 以及上一代的一加5来进行一番对比。白天扬章，这组红色的向日葵 V10曝光最亮，四者的红色和黄色还原都非常准确。右下角牌子上的字，一加5最为清晰 ，Mate 10 Pro 竟然有点翻车，清晰度呢不如一加5，一加5T和荣耀 V10则是非常模糊。转到中间的牌子，一加5T清晰度反超，然后是 Mate 10 Pro。荣耀 V10依旧最模糊，这组光线复杂的场景，四者的基础曝光都比较正常，但是两台一加的白平衡出现了差异一加5要更暖一些，两台华为的调色呢是比较接近的，远处楼房的栏杆只有一加5T 没有拍出来，另外三者都比较清晰。转到暗处的白毛女咖啡这个两台一加的颗粒感要明显一些，荣耀 V10有一些偏绿，但是四者呢都保留了较高水准的细节。第三组娃娃机，整体来看四者的差异并不是太大，一加5稍微偏暗一点点。先来看边缘的牌子，一加5T最清晰，另外三者呢比较模糊。转到画面中央，两台华为的画质提升明显，解析率一加5T不相上下，但是一加5依旧是最模糊的。娃娃机里面的玩偶 Mate 10 Pro 保留的画面细节最多，两台一加都过曝消失了。这组银杏树叶，乍一看四者没有毛区别，但是仔细看一下荣耀 V10的树叶呢，有一
点过曝了两台一加的色彩都非常接近，放大来看细节，四者发挥都比较稳定，叶子的脉络都比较清晰这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然后来看夜景环节，这组四者中1+5曝光最暗 V10 画面最亮，但是地面有些偏粉了，放大亮处的字1+5和 Mate 10 Pro 最清晰，然后 V10 有些模糊，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噪点。但没想到的是1+5T 也竟然出现了严重的模糊，基本上看不清字了。这组四者的曝光基本一致，但是两台一加的地面有一些偏短，放大处看华为的 logo V10 最亮，保留了色彩最多， Mate 10 Pro 画面最为纯净。两台一加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噪点，转到室内的灯箱 V10 出现了明显的模糊，两台一加和 Mate 10 Pro 比较清晰。这组弱光环境，四者的亮度呢保持了一致，但是两台一加的白平衡依旧偏暖。查看参数 ，V10 的光圈最小，只有 f1.8， 两台一加的参数一模一样，因为没有光学防抖 ，ISO 都拉到了5000。Mate 10 Pro 因为有光学防抖，所以说降的比较低。放大看一下，除了 Mate 10 Pro， 另外三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模糊。1+5T 的噪点控制上要比1+5稍微好一些。人像环节，四者中只有1+5是长焦镜头，另外三者都为广角。整体来看，四者的曝光都比较准确。人脸的部分，1+5T 和 Mate 10 Pro 有一些微微偏黄。抠像算法方面，1+5T 的脸颊和耳朵处有一些没有抠好，看样子并没有比1+5提升太多。两台华为则是镜框都抠没了。这四者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的。下一组人像四者的虚化程度都比较明显这个人的面部曝光也比较准确。人物的肤色上 Mate 10 Pro 依旧是有些偏黄，1+5有些偏红。放大看一下抠像细节，四者的镜框呢依旧是都不算完美，但其中荣耀 V10 是表现最好的。这组光线较暗的室内，四者都开启了虚化，但是1+5的人物严重过曝，手部和脸上有非常强的高光，1+5T 要稍微好一些。两台华为则是曝光准确。放大来看抠像细节，四者这一次都没有出现抠像失误的地方，但是两台一加的背景虚化也太初级了，相对于华为来说一点都不自然。在白天的情况下，1+5T 的解析力表现呢有一些飘忽不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整体表现呢和1+5接近，并没有明显提升，或者说是并没有大幅提升在夜景方面，相对于1+5呢，也没有发布会上说的大幅提升，反而有些地方呢还不如1+5。整体的拍照水平和 V10 呢差不多太多，距离 Mate 10 Pro 的第一梯队呢还有明显不足。在人像环节上，1+5T 相对于1+5呢还是没有所谓的大幅提升，基本上1+5上存在的问题呢 5T 上呢差不多也都有。相对于华为的人像模式，成熟度上呢还是要差一些。当然换了一套双摄方案之后呢，可能需要时间来调教吧，希望后面推送固件来提升一下实力。OK， 又是一期测评视频，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1+5T 这几个关键字，这期视频的所有相关数据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找到，可以随时的免费查看，并且能参与这期的抽奖，小米的一套螺丝刀。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我们的机型数据库也更新到 2.0 了，大家可以去看看。续航方面可以说是这次1+5T 一个比较大的槽点电池容量依旧是3300毫安时，并没有像当初1+3到1+3T 那样也做电池的升级。18:9的大屏，日常使用1天的话就有一些着急了，早上9点出门，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就要没电关机了。在我们的3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一共耗电49%，排名属于倒数第3，续航差的这个帽子必须要给它扣上了。这也可以说是一加这2年的老毛病了，但是也并没有要改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手感和续航的权衡。充电方面依旧是祖传的5伏4安沃克闪充，最大功率20瓦，实测最快充满电86分钟，比1+5呢只慢了4分钟，在我们的充电数据库中排名第8位。虽然说沃克闪充呢也算是国产黑科技了，但是到今年来说呢，它已经算不上第一梯队了。还有就是我们这台1+5呢，充电的时候还有一些漏电，这个金属外壳呢摸起来麻麻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之前的一些手机或者说品控不太好的也有这个问题苹果电脑充电的时候外壳就会有这种麻麻的感觉，但是手机是经常使用的，不知道我们这台是不是个例。其他补充几点，屏幕方面呢，我们并没有单独拿出来和大家说，在上手的时候呢，跟大家已经简单聊过了。1+5T 的 A 屏呢，虽然说称不上是顶级，达不到苹果、三星的那个质量，但是在这个价位段中呢，也 OK， 或者说是一加能拿到的最好的屏幕了。大果粒的感觉呢，还是有一些，但是已经做到了不影响使用的程度了。相对于1+3、1+3T 的时代，改善还是比较多的，跟1+5呢差别并不是太大。和荣耀 V10 的 LCD 屏幕相比，肉眼看上去呢也没啥问题，但是我个人可能还更倾向 LCD 一些。1+5T 这次也增加了屏幕的自适应模式，也就是类似于 iPhone 10上的原彩模式，可以根据当前的环境改变屏幕的色温。
但是也只有在开启夜间模式的时候才会启用，正常情况下呢是没有的。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消息，一加是怕用户觉得我们的屏幕怎么这么黄，是不是一加的屏幕有质量问题啊？这不仅是一加的痛，也是国产手机的痛。但是自从一加5上加上的这个阅读模式还是不错的，你要是长期看书的话呢，确实让你眼睛缓解很多疲劳。一加5T 上只有单扬声器，和一加5一样，外放表现的还可以，但毕竟只是单个的，在效果和声场上呢，跟双扬声器比还是有些差距。手感挺亮度上基本上与一加5、华为 Mate 10 Pro 差不多，属于旗舰机中垫底的那一波了，比较暗的。至于一加的系统方面，自己都要放弃轻 OS 了，现在轻 OS 和仰 OS 基本已经没啥区别了啊，那我们也就不再多聊了。简单总结一下，如果你是极致的性能党，并没有购买一加5，那么18:9屏幕加持的一加5T 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几个月之后可能有大波的骁龙845的手机出现。如果你是个有耐心的家友，等等一加6或者说其他845的机型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次的一加5T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创新点，好在性能方面保持了它的一贯优势。但是一加5T 呢，也只能算是单纯的性能旗舰了吧。现在旗舰标配的 OS 光学防抖、无线充电或者说防水防尘在一加5T 这台旗舰上呢，通通都没有。还有就是大幅提升的相机，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软件适配。这台手机的综合实力和各个细节呢，基本上都和大家讲到了。希望一加能够在坚持极客精神的情况下，在很多方面要回归一下自己当初那个不将就的干劲儿了。之前使用一加5，现在又体验一加5T，这个感觉整体上给我有一种小米6和小米 Mix 2的感觉，就是整体的调教上呢并没有太成熟。当然也可能是屏幕方面咯，也可能是换了双摄方案之后，确实需要时间来适应。整个这个一加来说，今年的争议除了跟 OPPO 的这个相爱相杀之外啊，还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大家都普遍认为，或者说这也就是一个既定事实啊，一加整个的手机就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东西了。除了它把这个处理器调教的比较激进之外，但是尤其是在系统啊，还有就是 ID 设计方面啊，或者说一些小功能啊，可以说是慢慢的越来越平，等着别人先做好，然后做好之后我再跟进就可以了。缺少了一些这个品牌建立之初自己的那种性格啊，不将就的这个性格啊。好了，一加5T 的各方面跟大家聊的也都差不多了。本期吐槽有点多，说实话是有点恨铁不成钢，因为我确实之前非常喜欢一加这个品牌，但是现在变得确实实在是太平了，有点像飞机场啊。这期视频的活动呢，还是老规矩，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一加5T这几个关键字，不光这期视频的所有相关数据你都能得到，而且还能参与我们的抽奖。这一期呢，我们会送出米家的这一套螺丝刀，这个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啊。这个理工宅男咱们应该都知道啊，必备一套螺丝刀啊，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送出2个，一个是在公众号回复一加5T，另外一个就是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这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的一个好友，我们也会抽出一个米家螺丝刀。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应该是荣耀V10吧，拜拜。OK， 最后呢，录一个简短的小花絮，就是关于这个一加，还有就是今年的这个18:9的屏幕啊，一加这个手机呢，刚才在正片中也说了，确实是没自己的东西，什么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然后越来越没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平。但是呢，在极客心中这个地位确实还是比较高，因为它单纯的把这个性能方面做的确实是非常不错，还是吃了太多 OPPO 的奶了那种感觉。当然，它可能就是 OPPO 下面的一个属性，你也可以说它是这个 Find 系列也好，当然我总觉得 OPPO 可能还会再出 Find 系列。还有就是18:9的屏幕上面啊，这个如果要是这2台手机纠结的话，虽然说现在一加5停产了，如果要是不停产的话，我可能还更推荐一下这个一加5。可能这个前置指纹
我可能比较有执念吧，更喜欢一些。有点啰嗦，但是表达我一种心情，就是不希望这个品牌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还是如果要是想活得更好，活到最后的话，还是要一直有自己的东西。下一代的时候，起码在 ID 上面好好改一改。不多说了，不吐槽了，要不然又该被喷了。好了，为时再见，拜拜。